没有人见过它。但此时此刻，有一片云将我们的太阳系给团团围住，那里是人类探测器从未踏足的境地，任何望远镜都看不见这片神奇的迷雾。然而它可能封存着宇宙最深邃的秘密，这就是奥尔特云，一个由冰体和神秘物体组成的巨大外壳。它如同宇宙的幽灵迷雾，将我们的太阳系严密地包裹起来。那么这片迷雾深处究竟潜藏着什么？奥尔特云最早是由荷兰天文学家杨·奥尔特于1950年首次提出。他的理论是太阳系周围有一个巨大的球形冰封王国，其边界在日地距离的2000倍乃至10万倍之外。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片宇宙迷雾，其中蕴藏着数十亿乃至数万亿颗冰冷的星体，有些如山脉般巍峨，有些则可能更加庞大。它们大多是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古老移民。在46亿年前，当行星胚胎在混沌中成型时，气态巨行星的引力将原始冰尘抛向了宇宙的深处。这里是一个未被触及的区域，它保存着太阳系摇篮期的化石。但最诡异之处在于，整个人类从未真正看见过它。尽管它声名远播，但奥尔特云从未被直接观测到，没有照片，更没有实体。那么科学家们为何坚信它的存在呢？因为它完美解释了那些长周期彗星的诡异行踪。这些彗星绕太阳一周需要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它们奇怪而细长的抛射轨道暗示着它们起源于一个庞大而遥远的天体巢穴。基于强有力的间接证据，奥尔特云已被天文学界广泛接受，但它依然只是一个幽灵假设。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指着一个天体斩钉截铁地说，看，这就是奥尔特云的一部分。然而在科学殿堂里，这并非孤立。黑洞、引力波，甚至海王星，它们早在被发现之前就被预测到。那么这片迷雾深处究竟潜藏着什么？让我们先认识那些来自迷雾深处的星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海尔波普彗星，在1996至1997年间点亮夜空长达18个月的传奇访客，其轨道轨迹暴露了它的身世。它来自奥尔特云的幽暗腹部，跨越了数千年的孤独旅程才与你我相见。另一颗彗星艾森彗星，在2013年，它在献祭给太阳前曾短暂地吸引了你的目光。它那极端的轨道同样是奥尔特云起源的无声证词。然后是赛德纳，发现于2003年，它并非彗星，而是一颗矮行星，但它那被无形之手疯狂拉伸的怪异轨道，让众多天文学家相信是奥尔特云深处的神秘力量，或者是太阳系之外的黑暗巨手轻轻一推，将它囚禁在了如今的轨迹之上。赛德纳或许并非诞生于奥尔特云，但它很可能是我们目睹的第一颗在奥尔特云边缘共舞的天体。这些仅仅是迷雾派出的使者，那么迷雾的核心深处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像奥默默这样的星际来客，其路径可能就穿过了奥尔特云的外缘。事实上，在数百万年的星际漫游中，恒星之间可能通过奥尔特云这样的区域交换着彗星的种子，这使奥尔特云成为了宇宙的交汇处，一个来自遥远恒星系统的物质与我们自己的物质混合的区域。想象一下，奥尔特云深处可能潜藏着被母星驱逐的流浪行星，它们曾像地球或木星一样环绕恒星诞生、成长，却在剧烈的星系动荡中被抛了出来。从此它们与阳光隔绝，在绝对零度中凝固成沉默的冰雕，然后静静地漂流着。如果太阳系其中一颗行星坠入到奥尔特云，由于它可能太小、太远、太暗，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它。一些科学家提出了最大胆的设想，一个原初黑洞可能就潜伏在奥尔特云之中或附近。它并非由恒星死亡坍缩而成，而是宇宙创世大爆炸瞬间遗落的起点碎片。它的大小和苹果一样，却重于行星。它不会发光，不会闪耀，但它会以幽灵般的引力微妙地牵引着周围的冰封世界。如果它存在，它将是宇宙中最古老、最神秘的遗物之一。奥尔特云就像一座上演着这些终极谜团的宇宙舞台，而人类只能坐在遥远昏暗的侧幕之后，听着帷幕后隐约传来的低语，却永远无法窥见幕后那令人心悸的真相。那里是古老彗星蛰伏的巢穴，是失落行星漂泊的坟场，某种庞大无比、无形无质的存在，或许正悄然操纵着那里的一切。而你只能从数十亿公里之外凝望这片迷雾，然后问那片黑暗的尽头究竟隐藏着什么。此刻有2艘人类的使者正缓缓驶向这片宇宙迷雾，分别是1977年启程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他们早已冲破了太阳风塑造的日球层保护罩，踏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星际空间。预测显示，大约300年后，他们将闯入奥尔特云的疆界。如果他们能坚持到那一刻，他们将成为人类文明的第一双眼睛，去探索这片我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神秘领域。然后他们将耗费至少3万年，才能穿越这片浩瀚的迷雾。他们将成为第一批探索这个神秘区域的人造物体，漂流在那个我们从未目睹、只能幻想的国度。截至2025年，尚无任何探测奥尔特云的计划，因为它实在太远了。但在未来，或许终有一天会将这次旅程化作现实。想象一下，如果能捕获一颗来自奥尔特云深处的天体，你能从中了解到什么？是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化学密码，还是46亿年冰封的古老记忆，或者是揭示太阳系起源的关键线索，再或者是某种完全超乎你想象的颠覆一切的存在？在这个似乎已被测绘殆尽、解释过度的宇宙里，奥尔特云如同一声惊雷提醒，谜团依然存在，
那里依然是人类只能依靠想象力的地方。或许就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终将向那片黑暗深处探索之时，最终揭晓那在迷雾深处潜藏了亿万年的所有秘密。